大家好，我是国立南大学食品科学系的陈辉煌。那现在要跟大家分享的技术是以电仿技术固定化酵素来制备时间温度感应器。最近这几年食安的问题跟剩食的问题都是一个很热门的议题。那台湾也有很多人跟很多的企业一直在为减少剩食而努力，包括有些超商他们为了要减少剩食，他们会在产品有效日期前几个小时就开始有打折的运动那他们就希望用它来促进消费，那也可以来减少剩食那根据某一家知名的超商表示说，这个活动可以让他们一年可以减少400万克预饭团这样子的食材。好，可是这个吸食运动里面，它就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有效日期啊。每个国家对于有效日期的要求，还有它标示的方法都不太一样。那在台湾我们是标示所有的包装食品上面都必须要标示有效日期。在美国 FDA，他们觉得有效日期其实是跟食品的品质有关，但是并不能够代表食品的安全性。所以除了婴儿配方奶粉之外，他们并没有强迫其他的食品一定要标示有效日期可是，在台湾，呃，那个有效日期，它指的就是在特定的储存的条件之下，可以保持产品价值的最终期限。所以，我们的食安法里面有规定，如果食品或者是食品添加物超过了有效日期之后，就不可以用来制造、加工、制备、包装、运输、储存、贩卖还进出口，甚至也不可以把它当作是商品一样用来制赠给一些需要食物的人或者是弱势的团体。但是对爱惜食物来讲，它却是一个障碍。那我们刚才提到了有效日期，它是指的是在某一个特定的储存条件之下，它的品质的最终的期限。但是我们知道，在超商或者是超市里面的开放式冷藏柜，那因为顾客进进出出或者是他在伸手拿这个商品，那再加上这些冷藏柜每4个小时可能就要除霜一次，所以整个食品的温度是一直在变动的。那在这样子温度变动环境之下，我们怎么样去确保食品它在有效日期之内是安全的？那么智能包装就提供一个解决的方案。智能包装指的就是说，我们在食品的包装上面去提供观察者有关一些品质的资讯，其中时间温度指示器 TTI，它就是一种智能包装，它可以显示出来我们食品它累计的时间温度的一个历程。其实天然界我们有很多的食品，它都是一种天然的 TTI。以香蕉当例子，香蕉当它是外皮是绿色的时候，我们不会去吃它，因为我们觉得它可能还是有涩味。等到它的颜色逐渐变黄，我们觉得它的成熟度够了，那我们才会去享用它。等到它的外皮又变黑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那这只香蕉可能已经坏掉了，我们就不再去使用。所以我们就说，其实香蕉的外皮就是一个最天然的 TTI。所以我们说，我们人类去设计的 TTI，其实就是一种仿生的工程。好，那我们说现在市售的这些 TTI 有包括生物型的、化学型的、酵素型的跟物理型的 TTI。那这些 TTI 都是靠着颜色的改变让我们看到它颜色改变之后去判断这个食物它可能的品质变化。那尤其最近酵素型的 TTI 是比较被重视的。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酵素型的 TTI 它有比较高的温度敏感性。那尤其酵素它是有专一的催化反应，所以它的准确度也会比较高。但是相对的酵素也有一些缺点，比如说它的安定性比较低，而且价格比较贵。所以我们团队就去思考，怎么样去保留这个酵素的优点，然后去克服酵素的这些缺点。因此，我们就决定了，我们用固定化酵素
来提高酵素的安定性，并且用电访的技术来提高我们固定化酵素载体的比表面积，让它使用的酵素量可以减少到最低。那这就是我们使用的电访的设备啊。那我们是利用高电压施压在几丁聚糖的胶液上面，那这些几丁聚糖就会喷射出一个射流，等到溶剂蒸发掉之后，这些几丁聚糖的纤维就会累积在我们的收集板上面，形成具有奈米尺度的纤维薄膜。那这就是我们电访出来的几丁聚糖纤维，它的直径大概是300奈米左右，而且非常的均匀。那等到固定化酵素之后，它的直径就会稍微增加到500奈米左右。那也就是它是这种微奈米级的结构，所以它的比表面积会变得很大，大概是没有经过静电纺织处理的这个酵素固定化酵素的250倍，而且它的使用的酵素量大概会是没有经过电纺处理的固定化酵素的1/10，所以就会减少很多的酵素用量。那重要的是这些固定化的酵素所制作出来的 TTI， 那它的颜色会随着时间很规律的由比较淡的琥珀色加深到深的紫褐色。那因为 TTI 最主要就是用来评估食品可能在温度变动的环境之下品质变化的情形，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动态温度的一个响应试验，也就是我们把 TTI 跟鲜奶把它同时放在一个温度变动的环境里面，在4°C 跟25°C 之下温度的变动，经过40个小时之后，我们就发现了鲜奶的品质已经达到不可接受的程度。这个时候，我们的 TTI 它的成色反应也接近到它的反应终点，所以代表说我们的这个设计出来的 TTI 的确是可以用来预测品质的变化。可是当我们把这个 TTI 想要推广到业界去的时候，这个业界就提供了一个消费的一个讯息，就是说一般消费者他会去挑选有效日期比较远的商品。如果消费者看到包装上的 TTI 已经有颜色了，那他们就会降低购买欲，他们会去挑选还没有变色的 TTI 的这个商品。所以我们就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说怎么样能够让这个 TTI 的颜色能够在一开始的时候不会有颜色呈现，一直到我们预计的有效日期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让这个 TTI 的颜色急剧的颜色变深。所以我们就尝试了很多的方法，终于找到了一种酵素抑制剂——氮化钠。那这个氮化钠添加在我们的 TTI 之后，我们就发现，在反应初期是没有颜色的。那一直到我们预计的成色反应终点的时候，颜色才会有急剧的加深的现象。那这就解决了这个业者的疑虑那我们也同样的也做了一个动态温度的实验因为我们要确认这个添加氮化钠的 TTI 是不是也是能够经得起温度在循环过程当中它成色的再现性结果发现这个添加的氮化钠 TTI 的确也有同样的有可以忍受温度变动而有成色再现性的这个效果。那我们为了要方便这些业者来使用，我们也特别做了一个客制化的一个设计那这个客制化设计，我们就是把一些酵素的配方包括氮化钠的浓度，那我们预计要储存的温度，还有我们预计的有效日期的这个时间点，我们就把这些参数带入到一个动力学的方程式里面。那我们最后就可以得到一个合理的 TTI 的配方。那这些配方，我们再经过静态跟动态的响应试验去确认它的整个预测误差是比较低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说，这个实验室的技术已经成熟了，所以我们就跟一家标签的制造厂商正美集团，那一起来设计这个商用的这个 TTI。
那下面这个照片就是我们目前已经是量产的TTI 的商品那它就会随着储存时间的变动，那它的颜色跟它外面标示的颜色接近的时候，就代表这个产品的品质已经到了一个不可接受的程度那这个 TTI 的标签，我们也去做了一个食欲的验效。那我们就是把这个产品把它放在节切蔬果的包装里面那我们就记录了从生产工厂一直到物流，一直到贩卖的场所，它整个温度的变动以及我们 TTI 颜色的变化，跟节切小黄瓜的微生物品质，那我们发现这三者之间有很好的响应的关系。那这个就是说，我们设计出来的是量产的 TTI 标签，的确在商业的用途上，的确可以达到一定的准确性。那未来我们还希望把我们的这个标签升级到是可以有资讯化的，也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利用扫描的方式简单的可以用手机去扫描 TTI 的颜色或者 TTI 上的barcode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些资讯可以把它储存起来。那这就是我们希望在未来的时候能够利用扫描的方式，能够做出一个资讯化的 TTI。那以上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TTI 的制备技术，谢谢。